这个男人即将实现自己的航天梦想，却在升空的前一刻进行了尿检，被检测为了基因不合格。因为他的身份一直都是冒名顶替的，原来在未来世界，人类已经实现了优生优育。泰勒是一个通过自然受孕出生的普通人，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医生就通过血液分析预测，他将来患有心脏病的概率高达99%，即使能活下来，寿命也不到30岁。这个结论让父亲难以接受。随着泰勒逐渐长大，他的身体状况果然体弱多病，因此学校也不愿接纳他，所以父母决定利用最新的基因技术为泰勒再生一个弟弟。医生挑选了夫妻俩最优秀的基因，确保新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遗传疾病，并对性格和外貌进行了特殊定制。弟弟杰克长大后，8岁时，杰克的身高就已经超过了10岁的泰勒，优秀的基因开始展现优势。泰勒经常和杰克玩一个叫做胆小鬼的游戏，朝着大海远处游去，看谁先害怕回头。尽管泰勒每次都竭尽全力，但他从未赢过，因为杰克的体质比他强壮得多。但泰勒并没有因为基因低下而放弃，他从小梦想成为宇航员，为此学习了大量太空知识。但他的做法得到家人的理解，父亲更是直言以他的基因条件只能成为航天局里面的清洁工。随后，现实生活也给了泰勒沉重一击。他去航天局面试时，无论他在简历中如何夸大自己，对方总是先递给他一个尿检杯。人们更愿意相信先天的基因，而非后天的努力。泰勒已经厌倦了这种不公平的规则，他最后一次找到弟弟比赛游泳。这一次，泰勒全力以赴地向大海深处游去。奇迹发生了，尽管杰克在后面拼命追赶，却始终无法追上泰勒。随着体力的耗尽，杰克渐渐开始沉入海中。见状，泰勒将弟弟救了起来。此刻，泰勒明白弟弟其实没有那么强大。这场比赛让泰勒重拾了信心，他撕掉了家庭合影中的自己，选择了离家出走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他继续追逐着自己的梦想。I must have cleaned half the toilets in the state. I belong to a new underclass. What about you, Your Majesty? You dreaming of space? 泰勒四处奔波，历经多份工作，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航天局。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清洁工，但这里距离他的梦想最近。每当无人时，泰勒会幻想自己已成为宇航员。为此，他一直坚持锻炼，按照宇航员的最高标准训练自己。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作用，因为优秀的基因身份才是最重要的标准。看着自己的血液和检测器上亮起的红灯，泰勒终于明白，只要拥有一个合适的身份，自己一定会比任何人都要出色。于是，泰勒找到了专门贩卖身份的黑市商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一些不走运的天才，他们会把自己的基因身份拿到黑市交易。艾伦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曾是出名的游泳健将，但因在一场比赛中只拿到银牌而无法接受，选择了自杀，但自杀未遂导致了瘫痪。由于他在国外出事，国内记录仍显示他为健全人。艾伦那万里挑一的优秀基因，足以让泰勒轻松进入航天局。于是，艾伦决定将自己的身份借给泰勒使用。为了确保计划天衣无缝，泰勒对自己的外貌进行了改造。他矫正了牙齿，戴上了隐形眼镜，连发型也模仿得惟妙惟肖。两人的身高相差了9厘米。泰勒也勇敢地接受了断骨增高手术。I took my mind off the pain by reminding myself that when I eventually did stand up, I'd be exactly 2 inches closer to the stars.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泰勒开始模仿艾伦的生活习惯。尽管他原本是个左撇子，使用右手让他感到非常不适应，但在不断的练习下，他终于能用右手写出与艾伦相似的字迹。泰勒离他的梦想也越来越近。第二天，他从冰箱里拿出1袋艾伦的尿液，前去航天局面试。What about the interview? That was it. Congratulations. 就这样，他成功被航天局录取。这是多么的讽刺！只要你的基因优秀，你不需要任何努力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。泰勒会在键盘上故意留下艾伦的物质样本，梳子上也会故意掉落几根头发，甚至在上厕所时也会避开其他人的视线。负责检测的医生每次都会调侃他。See a great many on the course of any given day. 艾伦也不断为泰勒提供基因样本，以应对可能的各种检查。每天在假指纹膜中注入了1滴艾伦的血液，通过血液检测进入航天局的身份识别，也会提前准备好艾伦的尿袋应对检测。而泰勒则凭借自己多年来储备的太空知识，在航天局中逐渐站稳了脚跟。很快，他就成为了航天局最优秀的宇航员。他还遇到了心爱的女人凯莉。
但好景不长，航天局的一名主管突然遭遇杀害。在离开现场时，泰勒不慎留下了一根睫毛。警方收集证据时，这根睫毛也被成功发现。巧合的是，负责化验的正好是泰勒的弟弟杰克。当他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，他震惊不已，因为按照泰勒的基因身份，他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航天局。经过调查发现，泰勒曾在航天局做过清洁工，但不久后就消失了。既然案发现场发现了泰勒的睫毛，他自然成了谋杀案的第一嫌疑人。警官来到航天局找局长调查员工情况。当他调出了泰勒的照片展开询问时，泰勒正在不远处的跑步机上训练。听到身后的谈话声，泰勒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，随后急忙找理由离开了现场。由于过度紧张，泰勒竟然将自己喝过的水杯交给了清洁工，而且泰勒原来的照片被显示在电脑屏幕上通缉，张贴的到处都是，这让泰勒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。回到家中后，泰勒害怕的想要逃离这里，他丢弃所有艾伦准备的样品。这一行为激怒了艾伦，艾伦指责泰勒就是一个懦夫。这句话深深刺激了泰勒，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属不易，而且他现在的样子与以前已经有了很大区别。于是泰勒开始认真的清洗自己，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检查，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于是泰勒继续过着伪装的生活，甚至当天晚上他还和凯莉一起约会。但在返程途中，他们意外遇到了警察的抽检，对方要采集他的唾液样本，泰勒谎称自己刚与女友接吻，可能会影响唾液样本的准确性，因此警察决定改用血液检测，仪器成功识别出了艾伦的身份。多亏泰勒事先有所准备，逃过一劫。这只是他面临的一个危机，航天局内又发生了新情况。警察从清洁工手中收走了垃圾袋，结果在一个纸杯上再次检测到了泰勒的基因信息。警长怀疑嫌疑人重回过现场，决定在第二天进行突击检查，对所有人进行静脉采血。当队伍排到泰勒时，他手中握着事先准备好的血液样本。Here, let me get a look at that. 他故意喊疼，同时将血液调包。检测结果出来后，泰勒摆脱了嫌疑，但警长仍觉不对劲，提议重新检测，却遭到局长的强烈反对。局长的态度让警长心生疑虑，他不理解局长为何不在乎航天局内可能隐藏的杀人犯，尤其是死去的主管一直反对这次发射任务。杰克见状阻止了争吵，调查再次陷入僵局。另一边，放松下来的泰勒继续与凯莉约会。就在他们跳舞时，警方突然进行突击检查，这让泰勒吓了一跳，他立刻拉着凯莉离开。这时，身为警探的弟弟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喊出了泰勒的真名。但泰勒听到后却没有回应。警长听到动静赶到现场，迅速采集了被袭警卫脸上残留的物质。泰勒则和凯莉一起回到了家。另一边，杰克也再次查到了泰勒的身份，于是他前往泰勒的工位进行搜查，却被走来的凯莉发现。他立马通知泰勒赶紧离开，但杰克直接找到了凯莉，并出示了泰勒昨晚不小心掉落的随身物品，想打算去泰勒的家里看看。这一切都被泰勒看在眼里，他立刻给艾伦打去电话说明情况。艾伦奋力从轮椅上跳下，用自己的双手爬上对他来说高不可攀的楼梯。这个楼梯仿佛在暗示，基因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。当艾伦成功爬到楼上时，杰克带着凯莉也刚好赶到。艾伦听到响声后，立刻按开了门禁，他开始快速整理自己的着装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杰克从外面走了进来，艾伦还主动和凯莉打招呼，凯莉也立刻配合着艾伦演起了戏。尽管他们表现出亲密的举动，但杰克的疑虑并未消除，他当场对艾伦进行了抽血检测，结果眼前的人确实是真正的艾伦，这个结果让杰克大感意外。接着他在房间里继续搜寻线索时，突然接到了警长的电话，
告诉他凶手已经抓到。原来，在失去所有线索后，警长重新检查了被害者的尸体，意外发现了局长的拖延信息。局长之所以要杀害主管，是因为主管生前一直阻止火箭发射计划，而这个发射窗口每70年才出现一次，一旦错过这个机会，他就永远无法亲眼目睹火箭升空的壮丽景象了。得知凶手并非哥哥泰勒后，杰克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另一边，凯莉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明白了这就是泰勒一直盗用的身份。泰勒向凯莉袒露了一切真相，凯莉是泰勒唯一不想欺骗的人。他告诉凯莉他是基因的堕落者，医生说他活不过30岁，但他已经超过了很多年。他相信一切都有可能，而凯莉也不相信基因能够决定一切的理论。他最终原谅了泰勒，并且帮他保守秘密。第二天，泰勒也主动找到了杰克，他知道弟弟已经猜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杰克告诉泰勒，父母一直认为泰勒已不在人世，只有杰克一直坚信他还活着。看着基因有缺陷的泰勒却比自己过得更好，甚至拥有了杰克梦寐以求的航天局资格，弟弟产生了嫉妒心理。虽然泰勒没有杀人，但冒名顶替也是违法行为。眼看弟弟要带自己离开，泰勒一直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。泰勒告诉杰克，打败的是他自己，并不是所谓的优秀基因。于是两人再次来到海滩，继续小时候那场胆小鬼的比赛。杰克再次被泰勒甩在后面。How are you doing this, Victor? You want to know how I did it? I never saved anything for the swim back. 不久后，杰克因体力不支再次溺水。泰勒再次救下了弟弟。回到家中，泰勒发现所有家具都被保护了起来。这时，艾伦缓缓走出，他为泰勒准备了足够他2辈子使用的各种样本。艾伦也将踏上自己的旅程。不久后，泰勒也迎来他的升空发射日。正当他准备步入飞船时，宇航局却突然颁布了一项新规：所有人在飞行前必须接受尿检。这次泰勒对此毫无准备，但经历了诸多波折后，泰勒的心境已变得异常平静。他注视着检测器上显示的不合格结果，静静地等待着最终的裁决。但医生却将他的检测结果改为了合格。原来，早在泰勒初次面试时，医生便察觉到了他的破绽。而在后续警方的抽检中，医生也故意为泰勒留下了作弊的机会。尽管泰勒基因有瑕疵，但他是医生见过的最努力的人。医生认为天才不该因身份而被埋没，所以他利用自己仅有的权利，为泰勒打开了通往梦想世界的大门。就在泰勒进入发射舱的那一刻，艾伦也爬进了焚烧炉。他深知只有自己彻底消失，泰勒未来的身份才不会露出破绽。随着火箭的点火升空，焚烧炉内也燃起了熊熊火光。进入太空后，泰勒打开了艾伦留给他的信封，里面是艾伦的一缕头发。从此，艾伦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陪伴着泰勒，共同追逐梦想。